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的现场，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你们！同时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又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来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罗岩老师，欢迎；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于博宏于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 著名节目主持人涂磊老师，欢迎！来吧，接下来一起来分享4位老师的人生智慧，了解一下这对嘉宾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当初我不顾父母反对和他结婚，可婚后他却越来越幼稚，不仅在工作上不求上进，对金钱没有规划。 对我也越来越缺乏照顾和理解，他现在总跟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让我真的很累。我希望他可以认识到自己身上的问题，真的能够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如果他要一直像现在这样，我真的不知道这段婚姻该怎么继续下去。 我们从恋爱结婚到现在已经4、5年了，开始的时候他很好，也很能照顾我，可是慢慢的我发现他的脾气越来越大，说话总是夹枪带棒，对我很是不理解，对于我的工作，对于我的生活，还有我的一些所有的事，他都看着不顺心，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做到让他满意。来，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张先生，26岁，来自天津，销售，有请张先生。刘女士，30岁，来自天津，护士，有请刘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啊！赵川老师好。结婚几年？3年了。你们家人不同意你嫁他？对，当初不同意我嫁给他，现在后悔不？ 有点后悔了，所以人家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当初我们2个是打游戏认识的，当时对我也挺好的。然后我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给我炖了排骨。我觉得你们俩在哪儿见面？第一次见面就炖排骨啊？在他们家呀。第一，他说给我炖排骨，排骨炖了4个小时。第一次见面就去家里，姑娘。对。 啊，行吧，啊，觉得特别用心，想4个小时的排骨，我觉得他对我应该是蛮不错的，那么用心的给我炖排骨。哦，但是当时父母也不同意，说大4岁，你说你嫁给他，他会照顾你吗？觉得肯定会很幼稚，觉得没我成熟，会照顾不了我。但是我就觉得对我好，我就非要嫁给他。所以你嫁给的是一锅排骨汤，而不是他，你知道吗？ 这个家里面人当时反对，现在听起来的理由是你的年龄比他大，是吧？对。可是结婚以后发现，是不是年龄不是问题，其他的反而是问题了？对。哦，说说吧，有什么问题现在？我因为是一名医护工作者，至少1个礼拜3、4个夜班，觉得挺累的。对。晚上下夜班，有一次本来打好电话说来接我，可是到下班的时候没见到他人，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我到家门口，发现他的车刚进小区门口。 我那天啊，正好就是跟朋友一块出去吃饭嘛，计划中确实就是想10点钟去接他，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那你给我打个电话啊，你可以告诉我说你来不了了呀。一开始上下班都是接送我的，即使你不接送了，还不跟我说实话，你让我怎么想？心里我不是说去楼下接你吗？谁知道你这么快就到了？你怪他下班早了是吧？那你没来接我，你出去跟同学玩了，吃好喝好了。 我呢，我到楼上呢，你至少也给我点份外卖呀，没管我，我自己到最后楼上我自己点的外卖，连问都不问我。就是说他不心疼人，是这意思吗？对，一点都不心疼我。不是也给你买过早点吗？那天这么热的天，我给你买的早点。你还说买早点呢？您知道早点买哪儿？买我脚上去了。不是，那是什么意思？有一天早上我歇班，然后他就问我：“你吃早点吗？”我说：“吃。”你吃什么呀？我说：“你随便买点就行。” 回到家里，气哄哄把那个早点吃早点吗？你说这个我还生气了。我那天早晨起得挺早的，到公司处理一些事情，然后处理完之后天气很热，我说问他，我说你吃什么？我给你带回去吧。我本来就是想好好表现一下嘛，然后发现自己没带电梯卡，我给他买完早点之后，我说你给我摁下电梯吧，他就是很磨叽嘛，
让我在电梯里困了很长时间，基本上得有你可以5-6走分钟上来呀，你非要让我给你按电梯吗？4楼又不高，你可以走上来呀。然后到家之后，他更过分，就是进门之后就跟我说，哎，你催什么呀？那个我这不给你摁着了吗？本来就是，你给我打完电话，我立马穿上衣服去给你按电梯了。我哪天我下班的时候忘带电梯卡的时候，我让你给我按电梯了吗？我不都是自己爬楼了吗？那你那个态度就明显就不对了。我态度再不好，你直接跟我说，那你不是一把早点拽我脚下吧？还一脚把凳子踹到地上了。我直接我就扔垃圾桶里了，扔垃圾桶那溅到地上了，就真到你了。你多大的脾气？至于让你把早点拽我脚下？你一点都不关心我，当时我就特别伤心。这么热的汤，他问都不问我烫没烫脚，当时我就特别伤心，然后我就拽门而出了。可是我没地儿去呀，我就坐在那个蛋糕店里，我坐了1个多小时，他也没打电话问我，说是你回家吧。那我不得在家收拾卫生吗？撒了一地，我不得收拾？边上的爷爷奶奶在蛋糕店问我，这孩子怎么了呀？大早上这么哭这么伤心，那小孩也是，阿姨你别哭了，你怎么了？快回家吧。那我也不是没找过你。他都没给我打电话，那我等你电话，我伤心呐。你都不关心我。那我有一次我找过他，他说他在咖啡厅，我自己骑着自行车，也是天气很热嘛，然后我去骑自行车去找他，然后第一个咖啡厅没找着，我又去第2个咖啡厅，然后骑了大概得有5-6公里嘛，2个咖啡厅都没找着，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在哪儿了？然后人家就跟我说啊，我在家吹着空调了，我已经打车回家了。对，你惹到我就不许我惩罚你吗？那你有这一次之后，以后谁还敢找你？那以前怎么都找，现在就不找了？你就是不心疼我了，脾气变得越来越大，不仅踹凳子，还摔手机。啊，摔谁的手机？摔他自己的手机。我自己的。为什么摔自己的手机？他敢摔我的吗？我那天我在家打游戏，输了之后就是有点生气，然后他就在那边就是对我冷嘲热讽，那样说，哎，因为你菜呀，你怎么样啊？你菜还不允许我说，那我说一句你就把手机扔了吗？还不止扔这一次。是还有一次，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天气凉，电池可能用的就是不是很经用嘛。他是给我来一句，你直接扔了吧，冷嘲热讽的那种。那我说话你怎么就这么听话呢？我让你扔你就扔，平时我让你干个别的你怎么不干呢？打我俩结婚，他胖了40斤，我就担心他身体发胖啊。我说你去医院验个血糖吧，体检一下吧。那你的目的就不纯，正常人不是很正常吗？啥叫目的不纯啊？他呀让我验血糖，就是想让我自己在家玩游戏的时候呢少喝点饮料。他天天喝饮料，1天3餐离不开饮料，必须得喝。但是我不是为你身体着想吗？不是考虑到以后吗？我也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我就喜欢喝个饮料，就这点他都想给我剥夺。我不是关心你吗？你一点都不体谅我的苦心。你们俩这日子过得特别像过家家啊，不像结了婚的人。像谈恋爱后期准备分手那个家，在父母面前也是特别让我操心。我们俩其实现在这种状态，父母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不想让我爸妈看笑话，验证了他们心里所想的。啊，被验证了是吧？这算夫妻之间小摩擦，哪个夫妻没这点事儿？脾气情绪谁都会有嘛。平常日子怎么样过的？我就希望他多操心一点事儿，这生活上我就操心罢了，工作还得我给他操心。以前啊，他工作刚毕业那会儿，在自己家里上班，觉得父母管得严，父母管得太多，太约束，不自由，从父母那儿辞职了。然后不网约车不挺火的吗？跑网约车吧，也行，跑网约车。告诉我，不行啊，外面太受罪了。那他总是让我在外面去赚钱啊，去养着他，怎么样？那你在家干什么呢？那我现在不也没闲着吗？我不也又找了份销售的工作吗？然后不也一直……你还提销售？你还敢提销售？他到现在干了3个多月了，您问问他业绩现在多少？干销售人家不要业绩吗？您问问他现在业绩多少？就0嘛。你好意思说是吗？0，你业绩是0，能给你开多少工资？不2万1里，你真好意思说？主任，您知道他这2万1里是多少吗？你自己说。4000多不到5000嘛。你就没有一点上进心吗？说出来这些事儿，你不觉得羞愧吗？不是，这有什么羞愧的？我1个月挣4-5千块钱，有什么羞愧的？我刚做了3个月的销售，我现在业绩不好，有什么羞愧的？我慢慢来不就得了吗？对呀，慢慢来，时间给他嘛。
人家是6个月的考核期，他现在3个月过去了。你的意思是他态度不好，不努力是吗？对，我就觉得是这样。干销售你出去可以跑业务啊，他却没出去跑业务，天天在家打游戏。那现在找不着活，那我也没有办法。行，那你就是你不干销售方面的，你喜欢打游戏，那你就干电竞方面的工作，行吧？这个我支持你。现在网络主播那么发达，正好有你爱好，还能让你赚钱，那你倒干这个呀。对，你天天的就是满脑子想的就都是钱。那你说我玩个游戏，我就希望你有上进心，懂吗？我自己玩个游戏，我挺愉快的，我挺轻松的。那为什么非得跟工作挂上钩呢？我跟着工作挂上玩游戏，不就变质了吗？那我玩的还有什么乐趣呢？你真好意思说？你让他那么上进是为了什么呀？主要是我在上班特别累的时候，上夜班，我就希望到家有个暖心人，你问我一句，心疼我一句，或者你在外面让我看到你在拼搏也行。可是我看不到，早上呢呼呼就睡，也不知道我上班了。那你大早晨的时光这么好，你不睡觉干嘛？你起这么早，你那有事儿，我没有事儿，我也起。你看一点上进心都没有，我就这么操心，这么着急，他现在就跟孩子似的，天天长不大。对，他没办法嘛，你找了个孩子嘛，这你得认呐，对不对？可是现在他乱花钱，天天打所有的游戏都得充值，买皮肤、买背景、买会员。那你玩游戏的乐趣就在这些，那你有什么都不么用啊？买不花钱有什么意思？你有这钱攒着不行吗？你非要去买游戏那些不实际的东西。那我就是买了游戏，我也没缺你吃，没缺你喝的，也没缺你穿的。我要的是这些吗？我所有东西我也可以自己去买呀。他现在也特别懒，因为我上班忙，我就希望他能勤快一点，因为他比较闲嘛，在家里做做卫生什么的。可是他做卫生请保姆。那他天天的总是嫌我这做的不行了，那做的不行了，这不干净那不干净的。那我又不是。本来就是嘛。那你做卫生，你说你厕所的地，你不得拿那个刷子刷吗？你就拿水呲2下就完了。那叫做卫生吗？那我也不是专业干这个的呀。你觉得不乐意，那我就找专业的这个保洁卫生的阿姨。那你做卫生为什么每次都得等到我歇班的时候跟你一起做？我不跟你一起做就请保姆。你不知道我上班也很累吗？不是，你到底今天想来干嘛呀，姑娘？我就希望他能成熟一点，把钱花在刀刃上，不要花在没用的地儿。其实我们俩现在有点存款。我就想，不是你们俩这么造还有存款呢？就是结婚那会儿的，我就希望攒点钱，然后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哦，买房啊！对，现在房子是租的是吧？不是租的，都是我们俩结婚头他父母给的。这不是有房了，干嘛还买啊？对啊，所以说他就是矫情。我想买套房，属于自己的房，至少我们俩吵架的时候，他说滚的时候，至少我还有地方去。因为有时候吵架，他说一些狠话，他说你滚。他说滚这词儿的时候，任何人想起来，你说这不是我的家，你说让我滚，让我去哪儿滚，我能去哪儿？家里还离这么远，所以我就想买套房，属于自己的房，我至少有地儿去，我就给自己找点安全感。哦，所以你其实突然发现找了一个是家庭条件不错的小少爷，是吧？他心理压力也不是太大。你是个少爷吗？不是，我都靠自己努力。车是谁买的呀？家里买的。房是谁买的呀？家里买的。娶媳妇儿的钱是谁给的呀？家里给的。现在打游戏买皮肤，买完皮肤以后还能维持生活，那些钱从哪儿来的呀？就是工资嘛。工资够吗？那够吗？不够，不有存款吗？有什么存款从哪儿来的呀？就家里给的嘛。对呀，现在听明白了啊。他现在想法太多。你说俩人吵架嘛，可能说一些就是稍微狠点的话也很正常。他要让我滚的时候，我自己也没地儿去，我不也是？你可以去你爸妈那儿啊，抬脚就到了。那我能什么事儿？咱俩一吵架，我就往我父母家跑；我一吵架就往父母家跑，那能行吗？我不也是自己买套房？那我吵架的时候有地方去啊。那为什么这思维方式不是说以后我们不吵架了，而是说买套房有一个能避难的地方呢？我觉得就是不想让他买房，也是这个原因啊，就是。我不想让他，就是说，因为你外面有去处了，他就更肆无忌惮的跟我吵架，然后我更找不着他。是我跟你吵架吗？是你一直拱我火，你不理解我，别再那么幼稚了，行吗？好，所以你把你的要求说明确一些。我就希望他变得成熟一点，能更体谅我一点，脾气变得小一点，别我说一句话你就骂我。不是，我觉得你应该就赶我，变得成熟。是，我觉得你应该换个老公。
你说的是另外一个人，不是他。他当初不这样，他当初很好的，恋爱的时候特别好，脾气也好，对我也好。现在还炖排骨吗？不炖了。以前他是掌勺的，我是二厨，就管切菜的。现在大厨、二厨都是我。那你为啥不干了呢？都给他教会了嘛。他就是不心疼我，教会了他就不干了。如果他改不了，咱怎么办呀？改不了，换老公。真打算换了啊？他要不改的话，那就换了。害怕不？还行吧。你看，潜台词叫无所谓，所以这个关系就要命了啊！也不是完全不害怕，你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也希望他在一块儿。可是他有时候发起脾气来的时候，就是很凶，对我这说话夹枪带棒的，总是冷嘲热讽的跟我这说话，就跟原来真的是就是判若两人，一点都不一样了。所以你也不快乐是吧？对，男生的逻辑是我们现在过得好好的，你干嘛那么折腾？是这意思吗？对啊，我就是说还想换车了嘛，他总是还那什么。不是拿什么钱换车呀？就我俩存款嘛，换车。你说怎么想呢？你换个车到手里不就成二手的了吗？那不贬值了，有什么用啊？就一心想着玩。那你就一直就想买房，那买房咱俩现在首付也不够啊，那点钱，你就买辆车早点享受不行吗？永远这么不切实际，不成熟。听明白了，手里还有一些结婚时剩下的存款，对，是吧？男生想把存款买了车了，女生想把存款变成房，是这意思吧？即使不买房也行，你心疼我，不跟我吵架，你把脾气改一改，咱俩这和和睦睦的过日子，不挺好的吗？现在我俩这种状态，我不想验证我父母的话，不想让父母担心看笑话。啊，听懂了，都听懂了。过去自己认为的那个温柔的丈夫不在了，变成了一个不上进的男人。男人心里面那个过去那个体贴温柔善良的女人也不见了，变成了一个凶巴巴的管理自己的二妈，是吧？对。所以问问老师们应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两位好，先来温馨提示一下啊，网友第一次见面最好不要到对方家里去，安全最重要啊！不管是炖排骨汤也好，炖鸡汤也好，最好不要喝，明白吧？明白。也不是说给你们俩听的，提醒电视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跟男生来聊一下啊，现在这个天气不适合工作啊，有点儿。但是所有人都在工作，只要你是在工作领域当中，包括今天我们大家都坐在这儿，那我们可以不去吗？你就是惯的，就从小家境优渥，然后呢，什么事儿都不用你操心。当然，你会自动的觉得说，我有这样的条件，我没有后顾之忧。但是他不行啊，他有危机感啊。呀，我老公天天就在家打游戏，那我们的未来怎么办呢？我不能伸手问公公婆婆要钱啊，这是他的难处。再来，家庭有分工啊，有些人可能出去比较忙，有些人在家里更多的照顾生活。你可以选择其一，因为我就愿意在家待着也行，特别好。咱把家料理的明明白白的，媳妇儿大半夜的回来了，不用你现做，就热一口就行，哪管是买来的，热一口都行，您也不管。而且不要误读，他对你的那个让你少喝饮料就是关心，不要误读，不要指责，这是婚姻当中你应该去感受的爱，明白吗？明白。女生也是一样的，我听下来他应该是经常去接你上下班吧，晚上。对，那偶尔有一次没去，你跑我们这儿说什么？不要揪着那种鸡毛蒜皮芝麻大点的小事儿，他更多的时间是去接你的。像这样的男生，经常夜晚去接女人下班的，就是好男人。而且你说他变了，他没有变。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打游戏的时候认识的。他一直就喜欢打游戏，以前就这样。那他没有变啊，是你自己越来越焦虑。我也非常的理解你，但是你没有必要把这种焦虑的情绪
放大，你选择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也是关心你的，你们彼此是有关心和爱意的，更多的去感受。然后男生一定要改变，吃爸妈吃不了一辈子的，还是要自己去努力的工作，好吗？好，知道了，老师。祝你们幸福。好，谢谢左岩老师。我问丈夫2个问题：你当初结婚，除了爱以外，有没有考虑过今后婚姻当中他能够多照顾你一点？考虑过。你也想过，因为他比你大4岁，对，可能更多的会照顾你。另外，你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发生矛盾，是不是就像刚才这样的针尖对麦芒，非要争一个是非对错的？是的，确实，只要彼此相爱、彼此珍惜，谁大谁小，真的无所谓。但有所谓的是，如果我们一旦把这样的一种年龄落差的心理带到了婚姻当中，有时候就是一颗颗的定时炸弹。你妻子说你现在不成熟、不成长，甚至脾气越来越大，变化太大。这一点，我认为他说的是有依据的，因为当初的你，在他眼里是非常有志气的一个年轻人，你能够离开父母去开网约车，这就是志气。但是你为什么现在泄气了呢？我甚至感觉你的这一些不成熟、不成长，似乎是人为的，甚至是故意的。特别是你结婚以后，你是一个丈夫啊，丈夫是有家庭责任，是有婚姻责任的。等到妻子回到家里，如果你在忙工作，哪怕在外面奔波，你不会有怨言，对吧？对。关键是回来以后，你像蜘蛛一样的挂在网上，在玩电脑，玩得不亦乐乎。我想没有一个妻子受得了的。你的心态其实就是你当年结婚时候的心态，我比你小4岁，你就应该照顾我的。小伙子啊，这个是不对的。已经走在一起，是夫妻了，那就是妻子和丈夫，不存在着什么姐什么弟的。但是这位妻子，你也有问题啊。就刚才说的，从你刚才和丈夫的这种交流的方式，你的语气，让我感受到你在平时事事都会针锋相对。但是你要知道，家它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家是一个讲情的地方。家庭当中的很多的生活琐事，并不是一定要争出一个是非对错的。如果非要这样，那家就不是家了，没有办法过这样的日子的。我希望你三思，好不好？好，谢谢波鸿兄。张先生、刘女士，你们好啊！哎呦，我刚才听你们俩那个吵的，就是特别难受，鸡毛蒜皮、斤斤计较、互不相让，特别难受。但这就是婚姻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在这样的争吵当中度过的。因为什么吵？就是这些鸡毛蒜皮、这些琐碎，谁都过不去。大家走进婚姻会有一个误区，会觉得我们这一段关系是非常安全的，这是一个安全地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这个安全地带里面肆意妄为。当琐碎发生之后，两个人不会第一时间想到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而第一时间想到的永远是抱怨、埋怨。为什么？因为我们认定对方，我娶回家了，或者我嫁给他了，一定不会跟我离婚的。所以那就作吧，闹吧，我不让你，你也不让我，我不为你着想，你也不为我着想。这就是大家进入婚姻的一个误区。也就是说，在结婚的前几年，会被这种琐碎磨掉我们之前很多年的感情。所以大家会说，为什么一结婚这个人变了？不是人变了，是关系变了。所以如果你们两个人好好的去探讨一下你们的家庭计划，想一想共同的目标，而不是混日子，
让这个女生看到生活的希望，女生也让男生感受到生活的温暖，那你们这个日子能过不好吗？放下执念，放下对抗，你们想要的才会出现。谢谢。好，谢谢张大老师。男生虽然有错，但至少他表里如一，不像你口口声声说我要找一个有上进心、有责任的男人。你在跟他结婚之前，除了那碗排骨汤之外，你就应该知道，他是一个没什么上进心、没什么责任的男人，对吧？嗯。你还不是找了吗？可是他之前也答应我。他答应，你说句心里话，你明明知道他达不到，但是他的父母实现了你们的婚礼的操办，帮他实现了这一部分功能，所以你才结了。咱扪心自问是不是这样？所以咱们不能秋后算账啊！结了婚之后说我要的不是你这样，你说呢？你说他不上进，你何尝上进？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支持你买房。为什么？买房的钱是收份子的钱，对吧？你们的婚礼是谁操办的？谁的钱？父母。所以你的份子钱应该还给父母。你有什么资格买房？更别说买车了。所以谁也别说谁。他虽然没有成长，他虽然不负责任，但他从头到尾他就这样，他也没变过呀。如果要说你有问题，只能说你的行为做事不太像个男人，啃老，不求上进，不愿意吃苦。所以我认为的就是，既然找到一个这样的男人，不要一时的苛求他迅速成长，自己的老公自己找的，自己认账，慢慢教，谁让你找的呀？你适当的独立起来，慢慢，不要求你很快，至少也做一个有血性的男人。少一点苛责，多一点以身作则，再多一点鼓励，他人心不坏，共同进步，好吗？就这样，谢谢老师。女生啊，其实都不体谅。你要体谅他，他去给你买了早点，等着那个电梯上不来，心怀感激的，一定是急急忙忙穿上衣服就跑去给他按电梯。别说4楼远不远、近不近的，这种赌气的话，他会很高兴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往往会忽视这个，更在意我们自己的感受。家庭生活当中，你越在意自己的感受，你会发现问题越多，因为那个人毕竟不是你。相反，我倒觉得在家庭生活里面多为对方去想，你会发现这日子过得相对的顺溜一些。有老师说你不是男人哈，现在是男孩啊，成为男人就努力就好了。剩下的事儿你们自己来吧。你们是想肆无忌惮的吵，还是想真的变恩爱？自己琢磨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你讲的这些东西我基本上已经知道了。如果你要是以后能对我不要再乱发脾气，不要总是对我冷嘲热讽，不要这么任性的话，我也愿意去为你做些改变，努力上班挣钱，然后跟你一起买套房。我也是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变得更成熟一点儿，别再像长不大的孩子一样。我也尽量多体谅一点儿，不再总跟你抱怨。如果你能做到你现在所说的，我会考虑考虑。如果你做不到，我不知道咱们是否还能继续。可是我也需要时间的，我也不是说立马就能改变的。行了，转门后面两个人好好想想吧。谢谢两位的分享，请回吧。其实从这段感情开始的时候就是一次冒险，这段婚姻更像是一次冒险的旅程。
在这个旅程当中，他有自己的想象和希望，但是这船能按他的想法开吗？我看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来，有请小花童。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我说出去只是言。Marry me, my baby。每分每秒每日每夜每一个你都是幸福的起点。谢谢老师，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庆辉。谢谢老师。我每分每秒每日每夜每一个我都比你多爱一点。只求永恒永垂。自己的选择要自己认，认清楚自己，认清楚对方，婚姻才能够持久的向前走。不要老有那个高期待和不切实际的东西。下面这对又有怎样的情感际遇呢？我们各位来看一看。来，请看。在一起快3年了，我一直感觉不到他心里有我，因为他从来不会为我去做出任何的改变，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少去考虑我的感受，一味自我。虽然我的身份看起来是他的女朋友，但实际上对于他来说，我可能就是可有可无的，没有存在感。在一起久了，我觉得他现在变得特别爱挑我的毛病，很多小事都容易被他放大。他总觉得我特别的自私，明明是他天天逼着我做那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他在无理取闹。最近他背着我找了一份外地的工作，我们即将面临异地。他希望我可以等他，可他一直以来对我的态度让我实在是看不到未来。我不知道这段感情是否还值得我继续坚守下去。现阶段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理想在不断的奋斗，我真的很希望他可以理解我，支持我，不要再为这些事情和我争吵。看不到希望的爱情是否需要坚持？来，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潘先生，24岁，来自江西，公司业务员，有请小潘。胡女士，23岁，来自江西，公司职员，有请小胡，有请。欢迎两位哈，谁要来的呀？我呀。哦，你的小片里说他一直不在乎你的感受，太自私，是这意思吗？对。你们谈了多久啊？我跟他在一起快有3年了。快3年了。3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吗？刚开始还挺好的，我觉得他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哦，这不在意和太自私，我们怎么解读呢？首先，我觉得特别的让我难过的一点是他不愿意去为我做一点点改变，不愿意去迁就我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特别不在乎我的感受，都不会去关注我的情绪。行，那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好不好？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吧，就像我和他在一起已经有3年了，你能想象一对正常的情侣在一起快3年了都没有逛过一次街吗？真的假的？真的。不是，我想反驳一下，就是说什么叫3年都没有逛过街？我觉得你对逛街这个定义我们肯定有点差异。昨天晚上不还逛过街吗？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事情。你好意思说昨天晚上？昨天晚上那能叫逛街吗？那哪不能叫逛街啊？昨天晚上我跟他说我想去喝点东西，然后他说行吧，那就带我去买杯奶茶。然后呢，刚好那家奶茶店在那种商圈的那种4、5楼，他就径直的带着我坐电梯上去了，买了一杯就下来直接回来了，这叫逛街吗？那可不是嘛！你说你想喝，我领着你去喝了，回来了，多开心呢！你这只是陪我去买了我想喝的东西，你怎么能把这个叫做逛街呢？这逛街非得像你那样，就是说没事到处转，那才逛街啊！这哪是到处转？我们本来就是在有空的时候、无聊的时候啊，就是当做是消遣呀，一起逛逛街怎么了？你就有这么不愿意陪着我吗？这就是说我不愿意为你改变。对啊，你要是愿意为我改变一点点，你就不会这个样子了。我觉得2个人在一块儿最重要就是开心的。你觉得逛街让你开心，但是我觉得逛街对我来说很枯燥、很无味。你为什么非逼着我去呢？你跟你那些小姑娘一块儿去不挺好的吗？你说你想吃饭、想喝东西，我就领你去，懂吗？
你带我去吃饭，你也是。他每次去吃饭，直接在手机上看一家那个饭店，然后他觉得这还不错，行，那我们就去了吧。然后是禁止的，他就带我去那家饭店，吃完饭了，好，我们就直接回来了。这种东西能叫逛街吗？我一直在说你就是一点不肯迁就一下我。但是这可不是应该就是这样吗？你吃饭啥的，你不得找个口碑好一点的？你去逛乱逛，那吃的最后不好吃。那你因为不喜欢陪我逛街，你就不去逛。那以后如果你因为不喜欢跟我去拍照，你就不跟我拍婚纱照呢？以后你不喜欢医院，你不陪我去产检呢？其实想多了，只解决眼前的啊，你还想到产检了呢。行，我听明白了，就是男生不愿意迁就女生呗，对吧？各自有各自的行为坚持，是这意思吧？还有啥呀？还有很多事儿，就不管怎样，我跟他软磨硬泡，他从来都不会低头，也不会迁就我一下。就像在我的朋友面前，他从来就不会露个脸的，别人都不知道说，他是不是看不起我的朋友啊？从来就不会参与一下我的生活。哦，为啥呀？不是，你说他一会儿小姑娘一块吃饭聊天聊化妆品啥的，为什么非得让我去？我跟你们有什么好聊的？不是我坐那跟块木头一样，你就会觉得很开心是吗？但是你不去，那我那个朋友他们都来说，听说你交了个男朋友怎么样的呀？介绍给我们认识认识呗。这两个女孩子又是我的初中同学，从小一起长大的，对于我来说都是重要的人啊。而她而言，对于我来说也是重要的人。我肯定希望我重要的人、重要的朋友圈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就是说他不参与到你的社交圈里，是这意思吗？对啊。从不参与吗？从不参与。但是我觉得人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啊。说实话，我们俩的圈子差异挺大的。所以说去他的圈子，我真的没有很多的话要说。我看看你啥圈子，他啥圈子？我的话，不都年轻人吗？他是男圈子，我是女圈子。他可以大热天的60多度的地面温度，他去打篮球，不陪我逛街。那能一样吗？你说，你还是那个逛街的问题。那你去过见过他的朋友吗？我去过，他偶尔说想让我去的那种场合，我都会陪他去。有些时候就算我正在忙，我都第一时间的去配合他。我希望他能够看到我。所以对于你的很多朋友来说，他是一个隐形的男朋友，是吧？对，参与度特别低。明白。好，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说，我觉得你是不是给自己的戏份太多了？你就觉得我一直在加戏，你不来参与我的朋友圈。对，我觉得其实很多问题，其实它根本也许说是小问题，也许说这根本就没有问题。比如说吃饭这些什么事儿的，你告诉他们你有人男朋友不就得了吗？然后你又说你跟我去吃饭什么的问题，我去吃饭，说实话，我并不是说非得一定让你来啊。我说你有空，你说你没吃，我让你一块来吃一个。你说你有事你不来没关系啊。还有时候我没有让他来，他非得不请自来，你能理解我的那种感受吗？不能理解，是因为我对你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对错啊，我们简单探讨。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描述的这2件事儿，让我觉得你这人特别没有生活情趣，你知道吗？不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已经就是你不会享受生活，你没有感受生活的那种感知力，你不愿意去感知，或者说你不喜欢的那部分你不愿意感知，就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只谈我的感受，没有什么对错啊，姑娘，你接着往下说。他容易受到他朋友的影响，然后就动不动容易怀疑我，还怀疑你？对，责问我，态度特别不好的那种。你干了什么？他责问你？有一次，我们2个人一起去公园玩，我们全天都在一起玩的。我干了什么你不知道吗？结果呢，我们那天玩回来了，第2天，因为他朋友说了一句话，说我知道你们俩去公园玩了，还拍了照片，他就怀疑我有一个偷拍的这种行为在里面。我能不生气吗？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当然。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责问我呢？我是责问你吗？当时别人给我发一消息，我问你有没有这回事，你说没有，我也没说什么呀。那你要是相信，你怎么会去问我呢？不是，你为什么戏份这么多呢？我就是不理解。还是我的戏份多，他还觉得是我的问题，他怀疑了我一顿，我莫名其妙受了委屈。你们俩去公园拍个照不是很正常吗？怎么叫偷拍呢？我不知道。我也没说他偷拍呀，他觉得我说他偷拍。这事儿我也没弄清楚。他怀疑我有偷拍行为，但是其实那一天我们全天在外面是没有拍过照的。他朋友说看见了我拍了我们俩的照片。不是你们俩拍照还需要偷拍吗？我不知道啊。所以他就是听信朋友的一句话，觉得就算我拍照了，他怎么不知道呀？对吧？就是说我拍照的时候都没告诉他我要拍照。我来回忆一下当时我朋友给你发一消息，哎，听说你俩在公园玩，然后我看了一下，他说有照片，然后我说，哎，你拍照片了吗？我就问这样一句话，天哪！你不是这样的，你对我可凶了，态度一直都不好，你还觉得我是不是偷拍行为？你说我人品有问题。我说你人品有问题，我的天！你还有这种态度对？你没说过你的意思是吧？我没说过，这是他自己加的是吧？行。哎，他说我凶我觉得我凶我觉得我挺温柔的。我有什么事我从来不跟你争吵，我这还叫凶吗？什么事情都不跟我说，他也不把我当那个倾听者，什么事情都不说，就连我生病，他人都不会出现一下。这是为啥？不是你说他有重要的事情，我肯定会出现。他生病算重要的事儿吧？哪次啊？
就每次生病他都不会这样啊。你生病严重，我哪次没去？上一次你就没有去。你麻烦您说详细一点。上一次我跟他说我生病了，人很难受，给他发个信息肯定是希望他来看看我吧。就算你不来看看我，你好歹安慰安慰我吧，是吧？我给他说我生病了，人很难受，他给我回，他说这样的天气你都能生病，你好厉害啊。其实他专挑那么1次2次，也就那么1次啊。你说这话我肯定想起来了。一是你那天病也不怎么严重，然后第二是你之前2次病不是病得很集中吗？上一次你生病，我不是拎了一个很好的保温杯去找你吗？你说你在校医务室挂水，我第一时间就火急火燎的就过去了。但到那里发现你同时旁边不另一个男生吗？是吧？你好意思说？我已经跟你事后说了很多次。我不跟你纠结这个男生是谁，我也不关心是谁。你有你的圈子，我不干涉。那你为什么这么不舒服呢？跟我们甩脸呢？我不是甩脸，我只是说你这个事情，你这个同时你可能告诉我，也同时也可能告诉别的人，就是说你这个小病同时出现的人可能不止我一个，所以我就没那么上心。我肯定有出事，第一时间是找的他呀。他自己给我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也不说自己会不会来，然后我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去医院挂水了呀。我如果去不了，我肯定会直接跟你说去不了。我就是这样性格的一个人，你应该清楚。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告诉你我过生日，然后你没有说你会不会送我礼物，你都不会理我。这个事儿先让我们弄清楚，你们俩先别扩散啊！你们俩这聊天方式稍微有点跟不上了。你去医院挂水，对，有另外一个男生陪着你，对，啊，对，我不纠结那男生是谁，我不跟他纠结。我纠结，你让我纠结会儿，对吧？这确实这需要纠结的，你不纠结，你纠结啥呀？你确实这不像谈恋爱。你的理由如果没听错的话，是你通知了他模棱两可，所以你就邀请了另外一个男生陪你去，是这意思吗？我没有去邀请，那天是这样的，我先跟他说了，我在医院挂水，然后他是不置可否嘛。结果那天下午是刚好有个学长给我发信息说你在干嘛，忙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是属于朋友之间的关心。我说我生病了，在医院嘛，然后他就说啊，那我就过来看看你喽，他就过来看看我了。对吧？这也很正常呀。不是说你一个人在医院觉得可怜，又发了一个信息邀请去，是吧？并没有这回事啊。这个倒是没什么好介意的啊。对。所以咱们别放大这件事儿啊。你们一举例放大这事儿就走味儿了。按男生刚才那个说法，这个事儿就不是这么个事儿了。我发现你挺会偷换概念的。你的意思就是，我不来你就通知其他人来呗？这是你说的吧？可以这么说。对呀，那你完全把这件事情的这个概念给扭曲了。其实我觉得你在意吗？我有点在意。这在意就是在意，不是有点特别在意吧？那倒还好。真的啊？那女生你这感知是对的，你的恋爱谈的是假恋爱。还有其他的事儿吗？有，我觉得他不会去关心我的。他只是在觉得。可能啊，我现在有空，我有心情想陪你，我就找你，而不是说我觉得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出现。重要的场合是找不到人的，就像我车子晚点一样，他也不会在那里陪我等。不是你说车子晚点，我就记忆特别深刻。你那次你车子晚点8个小时，我没记错是8个小时，晚点到凌晨1、2点，我不一直陪着你陪到凌晨1、2点，我自己车我都没去坐。对啊，你那时候是因为想陪我呀，你因为你有心情啊，你想去等我呀，对吧？你从下午1、2点陪我等到了晚上凌晨1、2点，我可感动了，我还觉得你贴心呢。可是第二次呢，你因为忙着要跟别人去玩吧，还是怎样呢？你就把我撇一边，说走就走了。那一次？对啊。那一次什么情况？你不能说全回来吗？什么情况？就是我在那里等车，车子晚点，你陪我，然后其实到4、5点，我想着吧，他也要回去赶末班车呀，我也想放他走，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先回去啊？他说，那你给我买一盒鸭脖吧，你给我买了鸭脖的话，我就在这里陪你好了。行，我就噔去给他买鸭脖，然后我买了鸭脖回来，他吃完就走了。哪像你说那么夸张？当时不是有突发情况吗？我一朋友刚好路过，然后要捎我回去，我征求了你的意见呢。当时你说刚好顺路，你回去呗。然后我让你回去，你就回去了。那可不嘛。你这么听话呢？那我让你对我好点，你咋不对我好点呢？我对你挺好的，我觉得。你还觉得你很善待我，关注我是吗？你看你争吵啥的，我不跟你发生争执，我觉得那很浪费时间。现在男生是打算到哪儿工作呀？去沿海深圳。哦，就等于要离开现在生活的地方是吧？女生是不愿意的是吧？我想留在父母这边呀。留在哪儿？留在南昌。哦，南昌。所以男生一定要走吗？我觉得首先
沿海那边工作，因为跟我的专业也是这样，我是学国际贸易的，那边做外贸，我做业务肯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然后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在学校了，已经毕业了，我觉得应该为未来考虑了，应该出去。你怎么考虑啊？我就觉得吧，他都这样一个态度对我，我感觉就是可有可无的。然后他现在还是这样的臭脾气在这里乱发。如果你要走，我就不跟你了。我觉得你能不能别在意这些小事情？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往前看。我们已经不是在以前的学校里了，这些小事情真的可以忽略掉。我们一起为未来努力，所以你奋斗，把这3年恋爱是怎么谈下来的，我也搞不清楚啊。他们俩是用2个逻辑在对话。女生的逻辑是说，你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都如此这样不在意我，现在你走了，我当然对这个感情看不到希望了。因为他质疑的是你是否曾经爱过我。现在我们在异地了，你可能这就无疾而终了，不如我们就散了吧。这大概是女生的想法吧。所以男生你就没听懂，然后你就按你自己的想法来强调说，哎呀，我就要到那个地方去工作，这对我有利，我是要给我们未来一个生活的。你没有回应的是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儿。女生现在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人家吗？喜欢。你爱人家吗？爱。那你为什么不参与到人家的朋友圈里？你为什么不跟人逛街？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愿意为他做一点点的牺牲和改变？马上都要哭了，为什么？你回答他不就完了吗？我实在是觉得，相比于其他的事情来说，这些事情实在是太……可是他觉得很重要啊。所以我希望……哪是小事啊？如果你因为别人一句话就怀疑我，那以后我们生活碰到的别的困难呢？又不关心我，不在乎我的感受，到时候别人一句话说你孩子是不是你跟你老婆的，你是不是也要怀疑一下呀？来问下我呀。这你想的太远了。我说实话，有些时候可能是我没做到位，但有些时候你想的……你跟我说句实话吧，去了深圳，你还想跟他继续吗？我想全都要啊，就是说我想出去，同时也想留着他。就是2选1的话，选谁嘛？你看他犹豫啊，我知道他就犹豫。你让人说嘛。我觉得不要这样逼我做这种选择。我觉得不是我逼你，是他逼。这现实不就摆在这儿了吗？就你在我身边，你都没有体贴过我。现在你说为了我你要走，我能信你吗？给你翻译的够直白了吧？选一个。我选不了。行，姑娘，你喜欢这臭小子什么呀？其实我喜欢他，这种事情说不清楚。我告诉你喜欢他什么？特立独行，从不听你的，无法征服。你喜欢征服他，不是喜欢他。你喜欢他什么呀？其实我觉得他有时候生气其实蛮可爱的。哦，你喜欢臭招，你知道吧？你是个吹气球的，他是个气球是吧？吹起来你就高兴了，是这意思吧？也不是这意思。你喜欢他什么呀？性格，当初是性格。什么性格？就是有时候有点脾气，然后挺开朗、挺外向的。现在还喜欢吗？喜欢。所以为什么喜欢一个人不愿意为这个人做哪怕一点点让这个人高兴的事儿？可能是因为在我心里，我同时还在谋划着别的事情。你还在谋划着别的事情？你跟我说你在谋划着什么大事儿？毕业已经出来了这么久了，就是说很多事情跟学校已经不一样了。行了，听懂了啊。来吧，各位老师，你们来帮一下这一对年轻的小恋人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不肯为你做任何事情的男人，大多是不爱你的。委屈吧？这么多年，没人陪你逛街，没有人肯走进你的社交圈，生病的时候没人在身边，是不是好像有他和没有他也没有太大区别？那你要他干嘛呢？你会谈恋爱吗？当然，就像你说的，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既然要接纳另一个人走进自己的生活，就要融合彼此的方式，而不是自己想干嘛干嘛。你要么就不喜欢他，要么就不喜欢谈恋爱。你不陪他做那些事情也就算了，你说你不喜欢，你谈恋爱你连吵架你都懒得吵，哪有情侣不吵架？你刚才在说什么？你说
你看我都不跟你发生争执，那个男人，你看我都不纠结他是谁，你连醋都不吃啊，架都不吵，那怎么叫谈恋爱呢？怎么叫喜欢呢？谈恋爱不就是逛街、吃饭、看电影、交朋友，互相之间在生病脆弱的时候抚慰对方的心灵，这不就是爱情吗？然后生气的时候吵好了又和，你完全没有感受这一切，所以你没有在谈恋爱。陪女朋友等车不是应该是幸福的瞬间吗？陪女朋友逛街不就是那种烦躁但是又欢喜的时刻吗？所以你要么就不喜欢他，要么就不喜欢谈恋爱。如果不喜欢他就跟他分手，不喜欢谈恋爱咱就一个人过，但是不能说我也不是太喜欢他，反正我正在筹谋我的人生大事。台下坐的这些观众都是成年人，人家都是一边享有家庭生活，一边有爱情，然后一边呢有工作有事业，不都在一起进行吗？不要找借口，不要说哎呀我现在要去深圳了啊，你在那儿老老实实给我等着，然后等我有空的时候我再来跟你唠唠。不要这样，不喜欢就散了。我只能祝福你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人生有一种不幸，就是自己不认识自己。我想请问男生，你自己认识自己吗？熟。对，你用的词很准，只是熟悉而已，但是不认识。男生刚才说，他从来不和你争吵，直觉告诉我，你更多的是不屑和他争吵，但是你会把这种不屑、不满、讨厌刻写在脸上。女生是这样的吗？所以恋人之间有时候不争吵比争吵更可怕。刚才女生说恋爱3年你从来没有陪她逛街，确实天下绝大多数男人都讨厌逛街逛商场，但生活当中你去看，有太多的丈夫和恋人在陪着女性逛街逛商场，比如我，这就是爱，这就是迁就，这就是生活。我有时候真的非常讨厌，但我脸上还要露出笑脸，因为我妻子她高兴。你连这样的生活小事你都要和她计较，那等到哪一天有了生活大事，你必然会寸土不让。我们只要是爱上了一个异性，我们不知不觉的都会为他去做出自己的一些改变，因为我爱他，我愿意。所以有时候你会说我是任着性子，可能是个性，但恕我直言，我更多看到的是自我。我们一个人如果说太自以为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他往往不会有长久的爱情。另外我想问女生一个问题，她要到深圳去工作，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是到上个礼拜她拿到了入职通知才知道。也就是说她前面有这样的规划、想法、计划，甚至和他们的联系，你一概不知，她从来不告诉你。对，我有告诉过他，但是具体的地点还有工作内容我没有告诉他而已，因为我那个任职通知没有下来，我没有给他。我告诉你，是恋人的话应该磋商，我们探讨，你不要拿着公事公办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你们是恋人啊，不是工作伙伴啊。他把我当兄弟一样。姑娘，你真的要思考一下，为这样的感情不值得，为这样的男友不值得。有2句话，我让女生考虑一下：寂寞的时候才想你和想你的时候才寂寞，你觉得他是哪一种？寂寞的时候才想我。对啊，
你非常清楚自己在他心目中的这个位置，所以你到底是爱着他，还是爱着这段爱情，还是觉得自己不甘不服？其实你好好自己想一想，就这么多细节和这么多让女生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你都忍过来了，你到底在期待什么？3年了。我觉得你3个月的时候就应该明白怎么回事了呀。所以今天的这样的伤心都是曾经自己的不甘心嘛。没关系，擦干眼泪之后，你只要明白了自己要的是什么，爱的是什么样的人就好了。然后跟男生说的是，你绝对不是不会爱人，你绝对不是不会谈恋爱，你一定是一个非常会谈恋爱的人，只是对面的这个人不是你爱的人，他可能只是你人生当中的过客。那既然是过客，咱就好聚好散，不要欺骗，不要隐瞒，好不好？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好，谢谢沙大老师。我特别清晰的记得你在舞台上有一句话，一个动作，就是当问到女生说我的朋友聚会她从来不来，然后你说她的朋友聚会我一般都会去，是吧？她当时用一个非常轻蔑的眼神说，我没要她来，是她自己要来的，没错吧？其实在有一些这个男生的这个大学生涯当中，他找女朋友只是个摆设。那不都说大学不能少一场恋爱吗？明明没那么喜欢，你干嘛要吊着？干嘛要说我很难选？我既想去到深圳，又想留住这段感情。为什么要这样？你去奔你的事业就好了。你明明知道没有那么爱他，你干嘛要浪费他的时间呢？要让他在南昌痴痴的等待你呢？明明不够爱，就直接说出来，你该去哪儿去哪儿。而且我告诉你，你也别自鸣得意，他那眼泪还真不是为你而流。就像主持人所说的，他喜欢的是一直求而未得的感觉，爱而不得的惆怅。你说呢？你说这男生有哪一点值得你喜欢？不关心你，不愿意为你有一点点付出。他有哪一点值得你爱？那唯一要说的话就是你一直从未得到过。你觉得自己很可悲，3年都没融化他，自己很无能。但我告诉你，这没有什么无能不无能的。你在可能该谈恋爱的时间碰上一个不太适合你的人，如果你的眼泪是留给自己的，没问题；但如果你的眼泪是留给他的，那真是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希望男生待会儿在60秒当中像个男人一样跟他说，我没有那么爱你，在南昌好好的工作和生活吧，我还保持一种对你的尊重。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来，小伙子，我只说感受啊。我觉得玩世不恭啊，风轻云淡啊，或者叫掩藏自己的一些真实想法，年轻的时候男生大概都会有，对吧？我要酷酷的嘛。尤其是博宏老师那个问题，两个人对答的特别好。你认识你自己吗？熟。年轻小孩就愿意这样，那是他的个性的表达和表彰。我说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年轻人要有点小个性，没问题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要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我觉得你在这场恋爱里面，你的生活热情没有被这段情感点燃。你说谈恋爱为什么要逛街？知道吗？其实逛街你可以观察一个女性对于商品兴趣，从而了解到这个女性的教养，对生活用品的一些追求，一些价值观，这是购物当中都能体现出来的。为什么不看啊？为什么我们要去了解对方的朋友？他说什么不重要，你发现他交的一些朋友，他们聊的一些事才是他的日常。那是因为你想探究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他渴求了解，他才愿意去
你没有啊，你没有渴望啊，所以老师们才会说，也许你从来没有爱上过他。反正坦诚一些，女生啊，哎呀，就这么着吧，谁不谈场恋爱啊？没有什么失败。其实我看也挺成功。你经历了一场这样的恋爱之后，下次你就知道这个男人是爱你还是不爱你。所以我觉得生活都不是白过的。来，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觉得涂瑞老师说的很对，我觉得我不够爱你，我很抱歉，我浪费了你3年的时间。眼泪，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我在来开灯吧，不让这姑娘再煎熬了啊！谢谢2位，请回吧。发现我笑中还有泪。来，请关门。我觉得这样也好，可能听起来对女生特别的残酷，说3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是一个残酷，但是让一个人了解真相，总比蒙在鼓里要好，因为人生路很长嘛。好了，接下来我们还要看一看，女生听了这么刺痛的话之后还会再出来。来，请开门。风雨中悲伤是你的名字。祝他们幸福嘛，啊，这就对了嘛，坦诚面对嘛。有网友提问说，我是单亲家庭，我父亲在外面欠了很多钱，我心软，瞒着老公呢，把家里的积蓄借给了我的父亲，因为借的钱有点多，老公发现以后，现在带着孩子回爷爷奶奶家住了，我很委屈，我觉得他父母遇到事情，我也会这么做的，我现在怎么做才能把他劝回来呢？说实话啊，孝顺父母是我们每个孩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你借给父亲的钱是你们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于情于理都应该跟老公好好商量，才能把这笔钱借出去。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你不对，你要好好的跟你的丈夫道歉。我相信他也是一个孝顺父母的好孩子，好商好量，诚心道歉，一定会取得他的谅解。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再一次的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